正统14年8月，英宗土木战败，山河破碎，京师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而这一次，于谦将化作灯塔，照亮这片被战争弄得焦黑的国土。8月17日，英宗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城，皇后钱氏搜集宫中大量珍宝送至野县营中，希望迎回朱祁镇，但钱财好似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应。此时蒙古人的目的很明确，你们大明皇帝的价码可不止这些，但国不可一日无主。这时太后孙氏站了出来，他去找了太妃吴氏，希望让他的儿子成王朱祁钰监国，但吴太妃不答应，他可不想让儿子趟这个浑水，他提出了条件，只有让他儿子继位当皇帝才行。双方的谈话就此陷入僵局。此时司礼监太监金英奏报，满朝大臣已经知道土木战败，正于朝堂之上求见皇太后以及成王朱祁钰。两位宣宗的后妃暂时放下隔阂，一场决定大明帝国命运的朝会就此展开。现在有两个问题摆在眼前，一是皇帝被俘，国无君主不可立；二是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野仙，是战是和，要给出一个态度。学士徐成说道，他夜观星象，唯有南迁才能保命。现在看来，这个徐成的发言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对于当年朝廷的大臣，还有一些帝国的贵族来说，他们已经做好了逃跑的打算。而此时剩余文官的领袖胡莹、王直，包括于谦都是南方人，所以徐成认为他这番发言必定全票通过。可徐成话刚说完，朝堂便响起了一个低沉且洪亮的声音，主张南迁者可斩。发言者兵部右侍郎于谦。此前于谦从来也没有想过如日中天的大明朝会遭遇和他的偶像文天祥一样的境遇。英宗出征之前，他曾多次劝谏六师不宜清除，但英宗不听。作为一个臣子，于谦的前半生给了禁欲的老百姓，而他的后半生，他要做英雄。接着于谦继续说道，你们难道忘了当年的南宋吗？都城是根本不可南迁。于谦的气场镇住了所有人，因为他们眼前的这个人仿佛有着必胜的把握，可以力挽狂澜。但于谦深知野仙必定卷土重来，现在他虽然把逃跑的声音压下去了，但是要保卫北京，并不是这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他现在连兵都没有，现在京城所剩兵马不过10万，而且其中人心各异，老弱病残。与此同时，成王朱祁钰正式监国，并升于谦为兵部尚书，统领防务。这代表于谦已经成为此时明朝政治的中心。于是兵部尚书于谦下达了第一道军令，急调几地兵马入京备战。但于谦此时还需要解决另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朝政几乎乱成一团，而且孙太后、成王双方势力各怀鬼胎。问题很简单，成王只是监国，现在的皇帝朱祁镇还在野仙手里，到底要不要继续把营救皇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且孙太后的家族人员早年蒙阴，很多人做了官之后为非作歹，这就导致孙太后在一些大臣的心中印象很不好。而且孙太后也有她自己的打算，她早早就写信给了她死去老公的弟弟，请他入京继位。同时8月22日，孙太后联合王直下旨立朱见深为太子。朱见深是朱祁镇的儿子，这就证明在孙太后的心中，朱祁钰监国只是暂时之需，而且朱祁钰也没有子嗣，国本只要还在他这一脉，他孙太后的权力就不会流失。但于谦对此深感不安，他需要找到一个对国家最好的方式，不能够让朝堂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陷入更深的泥潭，而这一切要在8月23日的朝会中解决。左顺门朝会当天，新任兵部尚书于谦向朱祁钰汇报备战情况。自本月18日起，兵部已经开始征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各地藩王及驻军入京勤王。此时京师已有22万人马。此外，辽东方向蒙古乌良哈部已经撤退，可随时诏令冀州辽东总兵入京，兵力还可进一步增强。当听到于谦汇报完之后，大臣们这几天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解，但突然间朝廷哭声一片，开始有人大骂王振，哭泣的人越来越多，眼看已经无法控制。其实这很正常，毕竟2个月之前
大明还是天朝，为什么突然就到了这番境地？很多大臣的昔日好友、朋友、老师、家人都在土木殒命，情绪崩溃也是正常现象。此时有不少文官立即站出来要求成王诛杀王振的党羽，一时间成王不置可否，因为在他的眼里，这显然已经发展成了一场逼宫。王振是个弄权的死太监不假，但他可是朱祁镇的人，现在王振已经死了，朱祁镇人在土木，现在代表皇权的就是孙太后。言外之意，这些言官要求他成王和孙太后翻脸。此时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看到文官情绪激动，开始守护自己的新主子，而这些人一看是马顺出头，更加激动，大喊道：此人便是王振党羽，杀了他！至此，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朝堂上的群架就此上演。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被以护科给事中王弘为首的群臣当场打死，眼见事态几乎无法控制，而王直、胡莹等人已经年近古稀，上去拉架说不定自己也交代了。于谦几乎上1分钟还在汇报，下一刻就有人死在面前。他立即推开愤慨的官员，对朱祁钰说道：马顺有罪也该死，不要继续了。朱祁钰立刻领会，大声照着于谦的话喊了2遍，群臣冷静了下来。朱祁钰则报请太后，请求诛杀王振党羽族人。事后，王直对于谦说道：多亏有你，不然不知道怎么收场了。而其余文官事后也反应过来，他们这种激进的行为发生在任何朝代，轻则罢官，重则下狱论罪。多亏于谦这一句话将逼宫变成了奉命行事，这相当于朝廷上的所有人都欠了他一个人情。但是于谦本人是根本不在意这些的，他只关心国家。这时事件也反映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成王监国不能服众。而以朱祁钰在朝堂上的表现来看，他来登基即位就是现在事情的最优解。于是于谦与胡莹、王直、高古等人商议之后，面见皇太后，以忧国无主、太子方佑寇且至为由，请求立成王为帝。孙太后同意了。但是当成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却不同意。在成王的心里，他没有自己的根基，当了皇帝又如何，还不是傀儡。索性他直接出宫，回到自己的王府，拒绝称帝。于谦看着朱祁钰再三推辞，索性上门对朱祁钰说道：您称帝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别想别的了。左顺门的事儿你也看到了，现在你不称帝不足以服众，而且国无君主，军队没有气势，到时候蒙古人打来了，你不也是一个死吗？终于在9月6日，朱祁钰登基称帝，年号景泰。于谦作为文官领袖，面圣奏对。现在野先得势，手握太上皇这个筹码，必然要卷土重来。臣已经调各路兵马保卫京师，但是现在军队缺少兵器，要加紧铸造。同时他建议皇帝与文官处好关系，推荐石亨、杨洪等武官出任更重要的位置。军队一切事务都在陈宫一人，如果不能挽救国家于水火，治臣之罪便可。于谦一番陈词，与当年诸葛武侯之隆中对一番无二。在于谦的领导下，明朝上下终于团结一致。那此时野先又在干什么呢？说实话，他能够俘虏大明皇帝，在开战之前他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前面的视频已经讲过，野先的目的就是抢劫，现在反而有大明皇帝这个筹码握在手里，他必须好好利用一番。但结果却是他带着朱祁镇去各个边境要塞，所有的卫所全部紧闭城门，任凭朱祁镇在城下叫门，却无人回应。这是于谦之前就计划好的，他早已传令各部，如果遇到蒙古人挟持朱祁镇前来，闭门不出。野先终于发现他手里的这张牌并不是香饽饽，好像已经没什么用了。于是他召集蒙古各部商议之后，准备以送还朱祁镇为由，聚集9万兵马向京师奔去。而此时京城防务在于谦的布置下也已完备，他将剩余10万京军重编5军营，河南备操军、山东备倭军10万人马已在9月间抵达。此时北京城已经聚集了22万人马。他将北京外围设置3道防线，第一层防线以宣府、大同为战役外围据点，在于谦安排的防御体系中，只要这2个据点还在明朝手里，即便瓦剌骑兵能够攻到北京，也形成不了实质性的威胁。为此，于谦除了重用郭登以外，还积极保护了之前被言官弹劾的宣府总兵杨洪。
第二道防线以居庸关、紫金关为核心阵地，这两个关口背靠燕山以及太行山山脉，而蒙古军队缺乏攻城器具。此时于谦虽然兵多，但不精，缺乏训练和装备，只有守住这两个关口，才能赢得周旋的时间。同时，于谦建议提升给事中孙祥、郎中罗贯为右副都御史，分别出镇紫金关和居庸关。这是明朝文官第一次以指挥官的身份加入到军事行动当中。此后，大明朝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军事文官，例如后世的王阳明、胡宗宪、袁崇焕等人。第三层防线也是最后的堡垒，就是北京城。一旦瓦剌冲破阵地，于谦将集结全军将士和野先在北京展开殊死决战。而于谦这么做的目的，核心思想是将野先拦在长城之外，尽可能的减小对明朝重要城市的冲击。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野先一开始确实按照于谦的设想去进攻大同，但是在围了大同1天之后，他就后悔了，因为大同的防御工事几近完美，而且他们也没有做好和明朝政府长期开战的准备。此时之前向野先告发朱祁镇身份的太监喜宁给了他一份情报。喜宁说道，咱们可以绕过大同直接攻打紫金关，因为这里有条之前王振用来走私的小路，可以绕到紫金关后方前后夹击。此举颇为冒险，因为一旦小路不通，蒙古军队的处境将会非常尴尬。但是他们此时已经被土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先下令进攻紫金关。10月6日，于谦收到了紫金关被袭击的军报，他很吃惊。毕竟经过1个月的谋划，兵部上下以及于谦本人的判断都是野先不可能绕过宣大，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王振的走私小路。但现在已经不是找原因的时候，虽然紫金关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但是相对于重兵把守的宣府大同，如果用来抵挡野先骑兵的第一波攻势，恐怕难以招架。而且明朝政府几乎无法营救紫金关，野先9万大军，如果急调其他地方守军，很可能会重蹈土木覆辙。所以紫金关拦不住野先基本是既定事实，就看野先的下一步举动了。10月10日，紫金关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城，被于谦提拔的都指挥使孙祥应战4天，英勇就义。看来北京城决战已经无法避免，于谦立即调宣府杨洪所部以及辽东曹毅部，随时策应京师。但此时野先的处境并不好，毕竟草原骑兵数量有限，同时他为了以保无虞，留了近2万的兵马驻守紫金关，剩余5万多部队随他前往北京。此前朱祁钰已经下令于谦提督京城各营，明军上下已经做好了与野先正面对决的准备，于谦会守护好这座城市。